你是？九溪山终年是雪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是不是迷路了？你全身雪白，倒是漂亮。九溪山不适合你，你们蛇类一到冬天就冬眠，眼下你也该躲躲了。子轩，没想到你竟然不守承诺。灵楚，四海之乱方休，你我又为何非要一争高下呢？这可是你我师父二人定下的千年之约，要你我分出胜负。千年前，只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。人人都在拿你我比较，今日胜负较量总该有个结果。灵楚，你太执着于名利心了。我们之间的较量，只不过是切磋一下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对我而言，却不是。这条白蛇坏了事，这场比试不算，我不服！连死也不给我好样吗？竟然把我的脸给捏瘪了！只要能灭了星火，就能赢子轩。子轩，今日这蛇心我要定了。你若是阻止我的话，这东海冰心枝是百草仙君所赠，要全用于给灵楚疗伤。如果可以用这些药材换得灵楚无恙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口福。你把雪鹰子这么贵重的药材当核桃吃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修仙之人吃1颗，便可以提升100年的功力。你可连吃了3颗啊！
你还挺有灵性的嘛。一听到要取蛇心，连夜就跑了。看来你虽然机灵，却没有受过训练，还没出谷就被逮住了。说说你还有脾气了。看来你也能听懂人话嘛。这样吧，以后啊，我就叫你小白。小白。你不好好养伤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听仙鹤说，你要养那条白蛇。你还惦记着那个蛇心啊？你身上的伤也有些时日了。昆仑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九重天上能将你伤到这个程度的人屈指可数。难道是？师父的性子你也清楚，待我伤好了，自会处理。看来这一般的障眼法，确实躲不过你的法眼。你一心护着这条白蛇，倒不像你平时不管不顾的个性。我挺喜欢这条小白蛇的，它很有灵性，况且它还舍命护了我。看来他是真的怕了我。灵楚，在你的伤势痊愈之前，切记不要使用仙灵，否则我也救不了你。知道了，啰里啰嗦的。这琴声有镇痛的效果，不知道对蛇是否有疗效呢？看来啊，要控制一下你的食量了，否则整个九溪山上的人都要被饿死了。糟了，蚊子没赶走，却吵醒了紫萱。小白，睡吧。蚊子扰不了我的睡眠，记住，别为了我杀生。可恶！如果能幻化成人形，就能帮紫萱穿衣服了。小白胖了，你倒是瘦了。这时还挺有脾气的，居然不理我。我说过了，这蛇很有灵性的。
两夜晚酒一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不想深陷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千年。鱼为笑，恩怨为报，余情未了，爱千年缠绕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晚酒一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深陷一念只一天，你是？只恨人间不够。不知姑娘从何而来，还望遵照礼教，不要逾越了界限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子轩，你怕我吗？你是妖，怎么能来九岐山呢？子轩，我是小白啊。你不喜欢我幻化成人的样子吗？你是小白？
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修炼成人了。那我到底是人还是妖啊？当人当妖，取决于你自己。原来有了手，有了脚，当然这么方便啊！嘿，哎呀，来，快坐下。你这走路的样子，真该好好的训练一下了。我当蛇当了200年，刚刚幻化成人，我肯定是学不会这些东西的。你跟了骊山圣母才200多年，一定是雪鹰子与九溪山的环境加速了你的修为。哎，对了，这九溪山与骊山之间的距离也不近，你怎么来这里的呀？当时9重天有蟠桃大会，我跟着师傅。跟着就迷路了。我听他们说啊，蟠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，如果能有一个仙桃，我们就能一块吃了。你吃了仙桃，就能提高仙力修为，这样子轩就不用怕那个坏家伙了。我从未听说过蛇这么贪吃的。我饿了，我不会用筷子吗？以前都是你喂的我呀！当了人，自然要自己来吃。你看，筷子这样拿就可以了。这样拿，大拇指、食指，哎，中指放这儿，好好看着。这样，拿好了之后，食指用力。来。好吃。起来。干嘛呀？我都困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以后不能睡在这儿了。男女为什么授受不亲啊？我才刚刚化成人，要不然我还是化成原形好了。子轩参见圣母。你行事谨慎，不愧为9重天上的第1人。子轩愧不敢当。您之前叮嘱过，行事一定要隐蔽，所以子轩此次前来，绝不会让第3个人知道。有你教导，小白终于在九溪山上幻化成人。若是留在我身边，定然还得修行个1000年。小白生性机灵，拜入骊山门下，迟早化形。这些，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。
关于小白蛇，你一定有很多疑惑吧？子轩不敢擅自猜度，只是听小白说起过，他是因为蟠桃大会才来的九溪山，而此次蟠桃宴，您早已拒绝了。看来，应该是您故意而为，不想让小白留在骊山。没错。九溪山素来有结界，若非您出手相助，不然小白怎么会突破结界呢？只是子轩一直想不明白，您这样做是有何用意啊？你也说过，小白他颇具灵性，但他毕竟是妖，妖的修行之路向来难行，若是误入歧途，恐怕难以挽回。而你呢，恰恰就是最为称职的教导之人。怎么？莫不是你想赶小白走？子轩不敢。虽然我身负七杀命格，注定一生孤寡，可我一心向道，不会不明黑白的。此事子轩已经承诺了，就不会辜负您所托，一定会早日助小白修炼成仙的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对啊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明明应该在……只要是妖，擅闯九溪山，一律斩杀于剑下。我才没有擅闯呢，我一直都住在这里。胡说！这九溪山上上下下谁我不认识？我呀，我是小白。小白？我前前后后修炼了500年才修炼成人形。一个小白蛇才来了多久就变成人形了？你这谎扯的也太大了。那你得明察秋毫呀！你现在这样果断妄为，我就去告诉子轩，说你残害忠良。残害忠良？果然不是小白，跟在子轩身边，怎么会一点进步都没有？子轩，昨晚没来得及告诉你小白修炼成人的事情，所以才造成了这场误会。明察秋毫，果断妄为，甚至用上了残害忠良。看来我要好好教导你念书了。念书。来。子轩可没教过我读书。做人，行于外的一举一动，都代表着人的格，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小的细节。这些书，全都背下来。斜雨撩西湖畔，借一把油纸伞，才懂了孤单。对白千想念，漫岁月长相见，断泪几滴深淡。心事把山水转弯若一场冰幻，又一世遗憾。踏下悲欢，阳过金山，情难断。一踏青石板，山雨生花，一步绕了平常人家。他只怕他没见过这般如花。一杯烈酒如常，如同电话，晕开几层苦辣，心脱了铠甲，才羽化。用几度轮回的世界，赴一场千子轩，当人念书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能不能不念书了？我可不可以学点别的呀？可以啊。琴棋书画，你想学哪一个？之前看你弹那个特别好看，我想学那个。好啊。一踏青石板，
懂。你没有念书，当然看不懂了。哦，那我可以学那个吗？行啊。这个我会。子轩，你看我摆的这个好看吗？你摆的这是什么呀？我呀，蛇。不，嘿嘿，是不是很好看呀？好看。嘿嘿，好看，那就说明我赢了，你输了。既然我赢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变回原形休息一下了？我实在太累了。啊，子轩，你干什么呀？干嘛把我定住啊？我太困了，我想睡觉。做人哪有这么容易啊？眼下念书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以后遇到更大的问题怎么办呢？做人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我不想做人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银白银白的，好可爱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送给你了。太好了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从明天开始，必须要好好念书。哇，小心点。这把剑是我用九溪山的玄冰亲制的，从今以后，它就是你的佩剑了。此剑寒气精纯，适合你的功法。那我到时候要把它带到三界去游历，到时候所有看它的人肯定都是羡慕的眼神。对了，子轩，那它叫什么名字啊？那就换它挽留吧。挽留。我喜欢这个名字。领主，你为何要以血为引来开启锁妖塔呢？如此一来，必须要以生灵为祭，才能使锁妖塔关闭，否则将会毁天灭地的。我这是要以蛟龙为祭，为久旱的大地带来甘霖。若不以血阵开启，眼下我们根本不是蛟龙的对手。以蛟龙为祭，必定会天下大乱，黎民苍生都会饱受战乱之苦。况且杀了蛟龙，有违天道。眼下百姓流离失所，若不收了蛟龙，日后也将引发战乱。比起百姓疾苦，杀了蛟龙为祭算不上杀孽。况且这蛟龙替龙族杀了不少蛟人，就算有违天道，我也认了。你一身的妖气会干扰锁妖塔的，你再不离开，锁妖塔会连你一块儿收了。快走！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仙鹤看着你吗？别怪仙鹤姐姐，是我求她放我出来的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自作主张，擅自闯入丹药坊，酿成了大祸。小白，你不要自责。我已用天机固定了蛟龙，它已经逃不出锁妖塔了。我何其有幸才能遇见你，每一次都是你帮我解决难题，我应该怎么做才不让你为难呢？你从未让我为难过，只是我轻忽了人性，轻忽了你的善良。
锁妖塔如果没有收到妖，就会反噬开启者领主的元神。锁妖塔是天地铸炼的法器，一旦用血开启，如果没有生灵祭祀，锁妖塔会收了开启者和周围所有人的生灵。快走！我坚持不了多久。你让我去祭祀吧。小白，你这是在送死啊！以你的修为升级锁妖塔，你的元神将会被红莲烈火蚀尽，一下就灰飞烟灭了。不要，子轩不要！我不要你的仙气3级，你撑不住的。子轩。领主，快收了锁妖塔！子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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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想到你的结束是我造成的，是我血祭锁妖塔害了你。可惜，我没有时间教你。其实，你一直都很好。我马上离开你，我马上离开九溪山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我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你别灰飞烟灭行不行？你别灰飞烟灭。命中结束，不由我，也不由你，终有天而定。我不怕毁了我元神，我也不怕灰飞烟灭，但是为什么是你？你能不能别离开我？你告诉我，
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才能救你？什么办法都可以，什么办法我可以让我救你？但是我不要你灰飞烟灭。在我心里，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人了。这一世，我再也护不了你。你答应我，好好的活着。你爱桃花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记住了，你的名字是白夭夭。子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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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你离开，我不要你灰飞烟灭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怎么活呀？我一个人怎么活呀？自然如此，子轩，你等等我。我们的命是子轩换来的，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轻贱。我不应该出现在救心上，都是我害的，都是我害了他。是你我二人逼得子轩灰飞烟灭。这笔债无论如何都还不了了。你以白夭夭的身份活下去，这是子轩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子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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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轩。多谢仙鹤姐姐，幸好快要痊愈了。上次伤筋动骨，休养了几十年，你都忘了？我知道姐姐关心我，不过我经常下凡游历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儿。你的那些烦心事儿，全都是你自找的。如今姐姐来到了蓬莱仙山，在百草仙君门下担当重任，我就更可以肆无忌惮了。生病受伤，姐姐都可以照顾我，对吧？若不是子，我本来就喜欢百草，正好百草仙君缺一个手下，机缘吧。倒是你，不在骊山好好待着，四处下凡游历，还到处去寻找什么温养元神的生僻法门，你不想早日成仙了？我不想成仙，
我只想能够温养。别寻了，子轩在你心中就够了。你和林楚都太过执着。山都要塌了！不，聚魂灯被盗，莫非是？还能有谁？聚魂灯被盗，这九重天上谁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够从昆仑山上偷取聚魂灯？仙鹤姐姐，我有一件事情还未曾告诉你呢。500年前，我正四处寻找紫萱消散的元神。没错，今日便是日月星彩，为何天象迟迟没有来？难道少拱仙书上面写错了？苍天在上，厚土在下，弟子白夭夭，为求古人音讯，苦求500年未果。今日七星连珠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哪怕让我得到一片紫萱的眼神，哪怕是一片，弟子愿以心头精血来温养，在所不惜。紫萱，我终于找到你的元神了。哪怕只是一丝残魂，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会让你消失在人间。那今日之事你可知情？我今日就想拜托仙鹤姐姐，
如果我跟灵楚都受到处罚，还请姐姐帮我们继续寻找紫萱。你们太糊涂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已经喂养了她500年，如今也是功成之际了。仙鹤姐姐，难道你不想见她吗？谢谢姐姐。白夭夭将紫萱元神温养于心口，500年来，日夜饱受焚心之苦。紫萱，白夭夭替你温养元神，我为你盗来聚魂灯，指望你能归来。为何聚魂灯没能招来紫萱魂魄？这秘术我研习了1000年，不可能失败。聚魂灯已经启动，一旦启动，将会唤醒妖界妖物，这些妖物会借聚魂灯之力修炼成魔，到时候恐怕连9重天都难以幸免。我们必须马上阻止他。灵楚真是胆大妄为，聚魂灯是何等宝物，岂容他随意操作？这个孽徒1000余年来，为了紫萱身死道教之事愧疚于心，居然趁着天地将聚魂灯寄放在昆仑山，而动了此等念头。这个灵楚明明早有飞仙的机会，却偏偏留在昆仑山修炼，原来是为了寻得机会，替紫萱重聚魂魄，以得一线生机。唉，这个孽徒糊涂啊！你还好吗？500年的焚心之苦都受过来了，这点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聚魂灯能聚的不仅仅是紫萱，恐怕那妖帝也会趁此机会出来兴风作怪。他这1000余年来都不知下落，就是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啊！不行，我们必须马上阻止他，否则他若犯下如此大错，灵楚必会上诛仙台。灵楚，当下这火千万不能灭，如果灭了的话，我们一切全都白费了。这紫色的烟雾到底是什么？
这紫色的烟雾千万要阻止它，万一是其他妖的元神，那我们就犯下大错了。我来帮你。你竟然想用禁术来凝聚紫萱的魂魄，你可知你犯下了多大的错？这是我唯一能救紫萱的方法，一切后果我都思量过，无论师父如何责罚，我都愿意承受。紫萱的魂魄早已消散，哪怕是聚魂灯也不能将之聚齐。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歪门邪道温养元神？用了什么办法找到他元神的碎片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徒儿愿受师父责罚。你这样做，不仅是害了你自己，还害了整个人间。刚才那道紫色的烟雾，是妖帝的元神，他借用聚魂灯修炼成眼，虽然被我们打散，但是元神未灭。我们还是晚来了一步，妖帝已被聚魂灯唤醒，天下即将大乱，大错一场，无法挽回了。此祸是我闯下，天涯海角，我定追回妖帝，诛杀于剑下。哪有那么简单？灵楚，你必须下凡历劫，斩妖除魔，直到天下太平。谁来守护聚魂灯？至于聚魂灯，此事并非灵楚一人之过，我也有错的。收好聚魂灯！灵楚！灵楚！未免为祸人间，只有将聚魂灯打碎。不要！不要！聚魂灯，紫萱的元神在里面，他的元神在里面呢。胡言乱语，紫萱魂飞魄散，已经消散在人间了。你二人肆意妄为，罔顾天规，必将受到天道的责罚。灵楚乃是九重天中人，天帝罚他下凡历劫，而你白夭夭，注定要在黑暗中永无宁日，不见天日。不可能，紫萱不可能消散。紫萱，紫萱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紫萱！
师傅，师傅，你这孽徒，还知道回来呀？师傅，我好想你啊！好，师傅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炼妖啊？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。亏你还好意思问！你这云游一走3年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为师是镇守一方，每日里降妖除魔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哪里还有闲心去收徒弟呀？你说，你是不是没有良心的孽徒？师傅，徒儿外出云游，这一路上也是想要除魔。咱们师徒都是为了天下的苍生，你怎么能说我没有良心呢？再说了，我这不回来看您老人家了吗？对了，最近山中常有妖祟出没，附近百姓屡受其害，苦不堪言。你既回来了，那就替为师去走一趟吧。身上有妖？孽障，哪里跑！什么？敢对我的人动手？这个捉妖师到底什么来历？哎呦，山君，你莫急啊，当心会长皱纹的。此人呐，是伏魔山庄元一大师的徒弟齐萧。他手上丧命的小妖无数，最是冷血无情。照你这么说，他很厉害了？哎呀，那自然是不敌山君您了。但是小的不敢与他为敌。废物！唉，不过就是一个臭男人罢了。待我整装前去，迷他一个神魂颠倒，让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哎，那是啊，那是啊！啊，山君乃是临安城第一美人，那天下的男人不敢不从。只有临安城吗？啊，不是，三界第一，三界第一。传令下去，让大家给我准备好了，我这就把那个齐萧给逮回来，晚上大家下酒吃。啊，是。哎，山君小心！哎，山君你看，那个人就是齐萧。他就是齐萧，就是他呀！不好对付啊。不过就是一个年轻的后生罢了。你们且退开，看本山君如何收服他。好好好。青石板上余生花，一不饶了平常人家，怕只怕他没见过这般如花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咱们家山君就是眉毛无双，是吧？你看那齐萧已经看呆了去了。少侠。妖孽！今日我定收了你！你竟敢打我！
本座师从骊山老母，乃是千年修行的地仙。你有眼不识泰山，还不快滚！神君，神君，神君，还不上来帮忙！妖女，神君真厉害！中了我这毒蛇网，还想逃出去？小的们，把它剁了，今天大家吃饺子，有肉吃了，可是神君有肉吃。做梦！不过呢，今天我高兴。如果你跪地求饶的话，也许我会饶你一条命。休想！你看他，活该！你求不求饶？站住！神君，神君，动不了了，动不了了！没用的东西！臭小子，别以为你跑得了，抓住你，叫你大卸八块！大小姐小心，小心啊！小姐小心啊，慢点。大小姐小心，别碰我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别碰我！大小姐，大小姐。哎，谁啊？师妹，是我。宋师兄，你在这干嘛？别动！绝命宗的弟子都要受此考验。我好不容易撑了3日，你可别破坏我的训练。3日？你可知五绝丧尸制度不可超过1日，否则会损伤身体。你这也太不当心了。我不碍事儿。不碍事儿？怎么了？你看。这宫上临走之际，再三叮嘱我要照顾好你。你要是有什么差池，他回来了，我该如何向他交代？宫上要回来了，你不怕宫上回来，再让你训练吗？我身为绝命宗弟子，理应勤加练习医术。宫上对我严厉，也是应当的。那你这又是闹哪出啊？宫上给我的药让我丧失视力，不过2日前我便自己解了毒。我带这个呀，是因为前几日宫中不是来了一名患有眼疾的病人吗？你忘了？就在这里摔的。宫上说了，医人者要急人所急，与患者感同身受，所以我便自己来试试。呵，急人所急，思人所思。看来整个药师宫还属你最为病人着想。对了，宋师兄，宫上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师兄，我是为病人问的。哎，宫上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师兄，嘘，告诉我不告诉我，
反正宫上都要回来了。站住！我堂堂一方山君，竟然让你给戏耍！不杀你，我如何立威？山君，咱们快走吧！前面那个是药师宫宫上的轿子，这药师宫宫上乃是天下第一神医，无论是人是妖，见了他都要忌惮3分呢。哼，本座堂堂一方山君，坐拥百里，岂会怕他一个小小的宫上？哎呀，可是山君，这活在世上，无论是人是妖，总是躲不过生老病死的。再加上这药师宫用毒用药都出神入化，要是得罪了他们的宫上，哎呀，那就是跟自己的性命过不去啊！本座还偏不信那个邪，我看什么毒能把我给毒倒了？禀告宫上，前方似乎发生江湖械斗，挡住了回宫的路，有人受伤倒地，是否带回去救治？不救，回宫吧。是。你还能跑到哪儿？宫上，那人进入药师宫地界了，前方是瘴气，只怕凶多吉少啊！既然入了宫中，还是捡回去吧。是。住手！不许救！你是何人？这个人是我把他打伤的，你们救他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看你这样子，也不像是什么好人。你，哼，赶紧把人给我撤了，否则……他既然倒在了药师宫内，就是我宫中人了。姑娘，你可以走了。呵呵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本座偏要他死，看你能奈我何！山君，走，放手！我说，你的胆子怎么比死兔子还小？那可是宫上啊，药师宫藏龙卧虎，山君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咱们有多远躲多远吧。说什么呢？本座法力高深，岂会怕了这些凡人？不怕。不过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晚上再找他们麻烦。哼，撤！他是下凡历劫的灵楚吗？